大家好，我是考拉家的二姐。很多朋友都在问我新手如何去选烤箱，那今天呢就给你们拍一期视频，希望大家点赞、关注加收藏哟。首先想好我们买烤箱的用途，那么再把买烤箱的用户分成3类。那第一类呢，就是在家里面时不时用一会儿烤箱，做着烘焙玩的。那第二类呢，就是在家里面时常给家里面的人或者是亲戚朋友做一些甜点，对成品呢上色有一点点的要求。第3点就是开私房的或者是开店的，那么他们就对成品上色的要求呢就非常的高。那根据这3点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分类，然后我们再来选我们的烤箱就简单多了。第一类买着玩的朋友们呢，就建议选择容量35升以上的，因为它的发热管、上下管距离比较远，那烤出来的东西就没太大的问题。如果你选的太小的话，它上下管的一个发热管距离比较近，那么它就很容易糊掉，并且我们做出来的产品就很容易失败。第二个呢，就是功能，我们需要买到这样上下火独立控制的一个功能。还有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发酵，因为很多朋友要做面包这些或者是酸奶。还有呢，就是热风循环一般他们也有写这种干火模式，它就是一个热风循环。第3点呢，就是温差不要超过20度，像某些品牌温差已经达到了60度到80度了，吓死个人。像这一类的我们的烤箱呢，它的价格在500到1000元。第2类的朋友们，就是在家里面可以做给家人朋友孩子们吃的，那他们要选的一个容量大小，第一就是需要40升以上的第2点呢，就是功能也需要强大，比如说也需要上下火独立控温，而且有发酵功能，还有热风循环这样的一个功能。第3点呢，就是温差不要超过10度，并且烤出来的东西上色比较均匀。第4点呢，就是我们的内腔，因为常常做东西要比较好做清洁的。像这一类的烤箱呢，它们的价格在1000到2500左右。第3类开私房或者是开店的朋友们呢，第一尽量选择50升以上的容量尽量大一些，因为你们这个单子会多一些，到时候就量小了，你们就会做很多次，就很麻烦。那第2点呢，就是功能尽量多。除了我刚刚说的一个上下独立控温，还有一个发酵功能以外呢，很多朋友可能会接一些蛋黄酥或者是饼干，还有一些凤梨酥之类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们就需要去选一个风炉模式。像这样的风炉模式呢，就很多朋友们可以多层烘烤，大家可以买一些就是平炉和风炉一体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朋友们可能会去烤一些欧包这些，可以选择石板或者是喷蒸器的一个功能。第3呢，就是温度准确，然后它的温差尽量在5度左右，上色一定要均匀，不然大家在做东西的时候一盘比较多那拿出来可能同一炉同一盘烤出来的一个颜色呢，差别就非常的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在这样一般这一类烤箱的价格呢，可能在2500到5000之间。除了上面说的这些以外呢，还要给大家建议一下，建议大家就是尽量买一些大牌子或者是常见的牌子，这样才会有质量的保证和方便的维修服务。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我的评论区留言或者是私信我们哟。